大家好，我叫芭比迪丽拉，芭比就是我中国第一芭比，长在我爸妈肚子里面就正好了。因为我本身就是芭比，所以我得以芭比的样子去出。奇怪的世界故事多 ，Hello， 我是琪琪。片头出现的女孩啊，曾被媒体誉为是中国第一芭比，而她自己更是毫不谦虚，直接宣称：“我不是像芭比，我就是天生芭比脸。”短短几年，小姑娘在互联网上圈粉数百万，广告接到手软，赚了个盆满钵满。不过啊，她从爆火那天起，围绕着她身上的争议就没有停过。传闻她16岁开始动刀，通过上百次手术才换来一张精致的几乎塑料的脸。当然啊，也换来一个连吃饭都张不开嘴的生活。近期呢，公众猛然发现，这位昔日的芭比公主竟然卷进了一场诈骗风暴。一边是前员工指控她欠薪、骗钱、翻脸不认人，另一边她却声称自己才是被合伙人算计、被团队围攻的受害者。双方互相指控、互相爆料，从线上开撕到线下冲突，甚至惊动了公安部门。今天我们不拆芭比的妆，我们来拆拆她的过往。2017年，中国互联网正在经历短视频与直播的井喷式爆发，无数普通女孩拿着手机冲进赛道，试图抓住这波流量红利。就在这片混乱中，一个来自甘肃的女孩迪丽拉，靠着一张酷似芭比娃娃的脸，硬生生闯出了一条血路，粉丝数量飙到700多万，成了当时最独特、最有争议也最吸睛的网络生物。据网络媒体报道，迪丽拉原名尹佩佩，她的姓氏还蛮特别的。1996年出生在中国甘肃省一个富裕的家庭，她还是个有1/4俄罗斯血统的中俄混血，因此她天生就有一双具有异域风情的眼睛。关于迪丽拉的家庭，网上的资料很少，不过她本人曾对媒体讲述，她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粉嫩又精致的芭比世界。因为父母忙着赚钱，没有时间陪她，所以就给她买了能堆满整个房间的芭比娃娃。她沉迷芭比不只是喜欢，而是深度认同。对于迪丽拉来说，芭比娃娃不仅仅是玩具，它们是她童年的梦想和寄托，代表着充满奇幻色彩、美好和纯净的新世界。每当她一个人在房间时，她总是一遍遍照镜子，希望镜子里的女孩能更接近那个塑料娃娃般完美的形象。然而，随着她的长大，这份沉迷开始变得危险。这是网上流传的她早期的照片，应该说漂亮程度是超过绝大多数普通人的了。不过，还是根据网络媒体的爆料，迪丽拉早在16岁时就萌生了整容的念头。她私下偷偷搜索整形医院的信息，向父母提出我想要变成芭比。最初遭到坚决反对，但她通过哭闹甚至绝食等方式表达决心，最终父母妥协。从那之后啊，还没成为迪丽拉的尹佩佩踏上了一条漫长的整容之路。媒体称她脸上动了108刀，从微调到重大整形，她一步步将自己雕刻成了一个理想中的芭比形象。当这些变化完成后，她离开了甘肃，来到北京，签约网红公司，再换一个新的名字迪丽拉。迪丽拉、迪丽热巴，傻傻分不清楚。不过热度这不就来了吗？在公司的包装助攻下，迪丽拉很快走上了中国第一芭比的神坛。2017年11月25日，迪丽拉第一次以芭比系网红的身份正式走进公众视野。那天，她出现在深圳苹果童星俱乐部举办的少儿美学综艺活动《魔幻衣橱演员选拔季2018台历宝贝海选》现场。根据媒体的报道和流出的照片看啊，她和孩子们亲切的互动合影，还积极的同家长们交流衣服搭配和造型设计。迪丽拉更是被任命为该节目的造梦大使。她站在人群中央，芭比妆容、娃娃脸、精致小巧的五官，让在场所有的目光都被她吸走。那一刻，中国第一芭比的名号仿佛就这么自然地贴在了她身上。这次亮相成为了迪丽拉偶像事业的第一步，从网络里一个漂亮的女孩变成了能够出席官方活动的准明星，身价这不也就抬上来了吗？2018年8月3日，迪丽拉再度现身公众活动，这次是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的现场。她一身芭比风造型亮相，立刻吸引了现场大量参展观众围观。她的照片随即在网上扩散，真人芭比的标签被更大范围的网友们记住了。
趁热打铁，迪丽拉在短视频平台、微博和直播间全面发力，用甜美的声音和娃娃脸与粉丝互动。她在微博上的更新频率也很高，发布的照片中总是带着精致的妆容、芭比风穿搭，配合她真人芭比的形象标签。这一时期啊，她真正完成了从网红到网络现象级 IP 的跃迁。平台数据显示，她在某视频平台的粉丝数量最高时接近750万，就连主流媒体也开始注意到她。2019年2月，迪丽拉受邀参与杭州网红养成类节目《厉害了我地心》的录制，也就是我们片头所看到的画面。一句“芭比就是我，中国第一芭比”瞬间点燃互联网。而在节目现场，她当众卸妆，并坚称自己从未整容，更是挑动着大众的神经。她也因此第2次大规模破圈。虽然迪丽拉本人和她的经纪公司从未公布她那几年的具体收入，但根据2018到2019年时期700万粉丝网红的单条广告价格估算，她每次带货的广告报价呀，应该在30到80万之间。也就是说，真人芭比这个 IP 至少可以带给她800万到2000万人民币的累计经济收益。哇，她属于是真正意义上的风口收割者了。屏幕前的小伙伴们流下了羡慕的口水了吗？先别急啊，我敢说这套人设背后是一般人完全承受不了的压力和代价。谈到整容经历，虽然迪丽拉本人始终声称我只是微调，但网络上从她爆红那天起，关于她整容的讨论就从未停止。最广为流传的说法是，她从16岁开始整容，一共动了108刀。虽然这有零有整的数字是否是真实的无法确认，但她容貌的变化几乎肉眼可见。网友们根据她不同时期的照片对比，总结出她至少做过开眼角、双眼皮调整，她的鼻子也高挺的根本不像亚洲人，多次鼻尖塑形、植入假体之类的手术是逃不掉的。还有她的下巴倒三角轮廓非常明显，是典型的芭比脸雕塑式线条。她的颧骨有明显的下降加内推的特点，这是很多芭比脸的必备步骤，为的是让脸更接近洋娃娃的倒梯形比例。她的唇部在不同阶段有过忽大忽小的变化，网友们认为那是常规填充调整造成的。而提到她的唇形啊，其实也是让网友们感到最恐怖、最诡异的，因为迪丽拉曾多次在直播时吃东西都张不开嘴，她的樱桃小嘴异常小巧，哪怕完全张开，也连一颗小丸子都吃不下。每次进食都需要望着天花板，小口吞咽，看她吃东西完全像看人受刑一样。在一次卸妆直播后，她俨然一副医美过度的样子，整张脸僵硬，双眼无神，死气沉沉的，像个塑胶娃娃一样。就在去年啊，已经28岁的迪丽拉出席一个活动，站在52岁的著名女星袁咏仪身旁，简直可以用恐怖来形容。她那毋庸置疑的过度医美的脸，再加上超厚的粉底，活像一个僵尸。也就是从那次的现身后，迪丽拉似乎消失在了主流媒体的视野里。没想到就在前不久，她竟然如同我们此前讲过的另一位用命换脸的网红周楚娜一样，也因为一桩丑闻而上了热搜。她直接被指控为了诈骗犯，然而迪丽拉却坚称纯属抹黑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近期，一个自称是迪丽拉前团队工作人员的网友突然发文爆料，迪丽拉不仅拖欠工资，还涉嫌诈骗公司资产，总共8-9名员工被拖欠了超过22万元。爆料者称，当初公司要求团队为迪丽拉制作澄清视频，用大白话讲就是公关洗白，但团队根本不知道事情的真相，只是被告知必须配合，否则就会被扣上不做本职工作的帽子。最终在压力之下，团队被迫制作出了相关的公关内容。1年后啊，这位编导回头看这段经历，只能苦笑一句：生活是回旋镖。当初帮别人做公关，现在自己也成了风波的受害者。更重磅的爆料来自另一位知情者，他补充了更复杂的商业细节。原来迪丽拉去年以账号入股杭州承泽传媒，占股高达60%。虽然由亲属代持，但实际收益分配与直播收入都与他直接相关。爆料者称，合同里约定合作方负责迪丽拉的衣食住行、摄影拍摄、医美维护，而他要做的就是直播，为公司赚钱。但问题在于，迪丽拉长期不直播，公司收入为0。
今年7月，公司换了新团队，好不容易让直播间开始盈利了，然而团队却发现所有直播收入都没有进入公司账户，而是直接被迪丽拉转入了他弟弟的卡里。与迪丽拉本人进行交涉后，他居然拒绝将钱转回，公司无法发放员工薪资，一整个团队被他拖成了无薪打工人。爆料者进一步声称，这并不是第一次，迪丽拉已经牵涉4、5起类似的合作纠纷了，存在合约期内擅自签新公司的违约行为。这一次，他们选择报警，并公开喊话：这次我们一定会反抗到底。事件愈演愈烈。11月22日，迪丽拉终于在社交平台发声，称自己遭到了蓄意抹黑。她逐条反击了外界对她的指控，口径相当强硬。首先，关于有人指她长期不直播拖垮公司，迪丽拉否认自己消极怠工。她表示，之所以初期没有顺利开展直播，是因为公司在选品、供应链等环节迟迟无法拍板，并非她本人拒绝工作。他强调自己与公司签约时有明确分工，他负责内容与收益，合作方负责出资、管理团队与员工薪资，因此工资不是他发，也不可能由他个人承担整支团队的薪酬。随后，迪丽拉进一步表示，自己其实同样是受害者，合作方本应负责公司运营与资金管理，但对方却突然卷钱跑路，导致公司运转停摆。为了证明自己受到了打压，他晒出多段视频与截图。他称公司老板苏某等人跑到他的住所，断水断电，在门口进行恶意辱骂和威胁，10几个人围堵他，损坏他的车辆，甚至在他家附近拉横幅示威。在他的叙述里，这已不仅仅是经济纠纷，而是一场带有围攻性质的冲突。最后，迪丽拉呼吁外界保持冷静，不知全貌，不予评价，并强调自己已经准备走上法律途径处理此事，希望公众不要草率站队。在许多人眼里这已经不再是芭比的故事了，而是一个网红产业链里再典型不过的合作反噬、利益纠纷和信任崩塌。到底谁说的是真话，谁又在演戏？到现在没有任何一方拿出实质性的证据。所以这事儿我们还是让子弹先飞一会儿吧。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留言评论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了点赞、订阅和分享哦。感谢你的支持。奇怪世界故事多，我们下期见。